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20万的年终奖变成了200，我问老板是不是弄错了，老板叹了口气，今年行情太差了，明年一定发。我看着我名字那栏400万的销售额，陷入了沉思。呸，这大饼谁爱吃谁吃吧。我连夜辞职，去了老板对面的那家店。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下午，老板提了2杯奶茶来店里，一边给我们递奶茶，一边乐呵呵地说：“年底了，年终奖已经打你们卡上了，大家过个好年，明年继续努力，一起把营业额再提一提。”我和同事王雨桐相视一笑，心里美滋滋。今年初的时候，老板就答应过我们，只要把店里的衣服销售出去，我们就能拿5%的提成。这5%的提成会当作年终奖发给我们。我刚看了下我今年的销售额，足足有400多万，也就是说，我至少能拿到20万的年终奖。王雨桐虽然比我的销售额少了1半多，但也能拿个5、6万了。心情美丽了一下午，一下班，我就迫不及待地冲进了早就看好的楼盘，准备拿下那套心仪的小公寓。我实在是受够了租房的日子，每次好不容易把房子按照自己的喜好布置好了，装饰成温馨的小屋，转眼第2年，房东就会故意加价。这下好了，小公寓的首付只要12万。只要12万，我就能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这个城市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而且我的年终奖付完首付还有8万多，还能趁假期出去旅趟游。一想到这些，我的嘴角就一直扬着，压都压不下来。我一边骑着小毛驴，一边哼着歌到了售楼处。中介小李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我抬着头，自信优雅地拿出卡，刷卡吧，就要上次看好的那套。中介小李拿着卡，刷了又刷，脸上的笑容僵硬了。咦，这张卡好像有点问题，陈小姐，你看要不要换一张卡？我嘴角瘪下来，不可能啊，今天刚打进去20万，你再试试。可中介小李试了几次，还是显示余额不足。我不信邪，拿着卡直奔银行。银行的 ATM 显示，里面余额居然只有225块3毛8，那20多还是原来就在卡上的。也就是说，老板今天只打了200元给我。就在我蒙圈的时候，手机响了，是王雨桐。喂，夏姐，你拿到了多少年终奖？我的好像不对，怎么才发了100？我和王雨桐一合计，一定是老板弄错了。夏姐，怎么办？我等着钱急用呢。我安慰王雨桐，你别急，我去找老板问一下，让他把年终奖补发给我们。老板家离我租的房子只隔一条街，我立马骑着小马驴冲到了他家小区，直奔4楼。老板一看是我，眉毛挑了挑，似乎并不意外我的到来。老板，我们的年终奖好像不对，你好像发错了。老板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打断我的话：陈夏呀，你是店里的老员工了，今年效益不好，市场环境差，我的其他店都亏损了，实在是没钱给你们发年终奖了。这样吧，等明年，等市场好起来，我保证把年终奖补给你们，怎么样？老板的情况我也了解，他投资的其他店确实都倒闭了，但我们店却是实打实的盈利了不少。不说别人，就单说我400万的销售额吧，老板至少赚了100多万。况且是老板一开始主动答应给我们5%的提成，我们才会拼死拼活的干。这5%的提成是我们应得的，其他店的亏损不应该算在我们头上。老板，你不能这么算，
其他店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你说好给我们5%的提成。老板脸一沉，陈夏夏，这样吧，他偷偷把我拉到楼梯角落，拿出手机给我转了2000，我给你转了2000。你是店里的老员工了，你可别告诉别人啊，尤其是我老婆，这可是我的私房钱。说完，没等我回话，就走进他家，把门关了。我看着手机里的2000转账，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打发的叫花子一样，一口痰堵在喉咙里，上不去也下不来，贼难受。这20万年终奖明明就是我应得的呀！同事王雨桐没多久就给我打了电话：夏夏姐，怎么样？老板有说什么时候能把年终奖打给我们吗？雨桐，年终奖应该是没了。什么？为什么？我还等着年终奖给我妈交手术费呢。王雨桐挂了电话，很快赶来了我家。她一进门，眼眶就红了。夏夏姐，怎么回事？老板怎么能反悔呢？他明明答应给我们5%的提成啊！我还告诉我妈，等我领了年终奖，就带她去做手术。这下可怎么办呢？王雨桐说着说着就哭了，眼泪止都止不住。王雨桐是农村来的小姑娘，家里条件不好，她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人撞死了，对方肇事逃逸，可事故地点没监控，到现在都没抓到人。王雨桐她妈妈一个人把王雨桐拉着大，好不容易等到王雨桐长大出来工作，前不久她妈妈却确诊了胃癌，医生说做手术能很大程度延长王雨桐妈妈的生命。王雨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没了年终奖，我妈的手术该怎么办呢？明明说好给我们5%的提成，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王雨桐扑在我怀里，哭得撕心裂肺，我心里也跟着难受。王雨桐平时很努力，一直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走的。他知道我胃不好，还常常给我带饭。他经常笑着对我说：夏夏姐，人是铁，饭是钢。我妈说了，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吃饭。王雨桐比我小3岁，我是把她当妹妹看的。为了让她挣到更多销售额，我还让了几单给她，就是为了她能领到更多年终奖。没想到老板居然会反悔，真是说话当放屁。好不容易安抚好王雨桐，把她送走。这时，中介小李打来了电话：陈小姐，您还买房吗？我顿了顿，暂时买不了了。中介小李还在喋喋不休地向我推荐那套小公寓，位置多么好，价格多么合适。我按了按头上突突直跳的太阳穴，我钱不够了。中介小李终于安静下来，来了一句：陈小姐，你确定不要了？那定金可是不退的呀。我已经看了小半年的房子了，看到这套小公寓位置好，价格合适，还是我喜欢的楼层。中介小李就建议我先付个定金，把房子定下来。我当时心里算了算，我的年终奖足够支付这套公寓的首付，就当场付了2万定金，把这套小公寓定了下来。没想到现在老板居然反悔，是我违约在先，我也没什么好说的。2万的定金只能打水漂了。最后，中介小李还不死心，这样吧，陈小姐，我再把房子给你留1周，你看看能不能把钱凑齐。挂掉电话后，我脑瓜子疼得厉害，我窝在沙发里想了又想，不能就这么让我20万的年终奖飞了。我直接提上包，再一次骑上我的小毛驴，杀到了老板家。这次开门的是老板的老婆赵慧芬。我端着笑脸开门见山：慧芬姐，我是来找老板要年终奖的。没想到赵慧芬脸一板：什么年终奖？不是已经发给你们了吗？你200，其他人100，已经打过去了。不是，
老板明明答应过，给我们5%的提成当做年终奖的，我应该是20万，王雨桐应该是5.5万。赵慧芬听了我的话，脸更沉了。谁答应你了？你有证据吗？给你200还不知足。陈夏夏，你到外面去看看，这种市场行情，多少人找不到工作，更别说什么年终奖了。你能有个这么悠闲的工作，就偷着乐吧。赵慧芬上下瞄了我几眼，还朝我翻了个白眼，我火气也腾得上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老板明明答应给我们年终奖，现在反悔得这么理直气壮，要不是我们这么卖力的卖衣服，会有这么高的销售额吗？你们现在是过河拆桥是吧？赵慧芬居然说我们工作清闲。我们店周围有好几家跟我们定位相同的高档服装店，由于行情不好，已经倒闭了2家了。这一片就属我们的店营业额最高。赵慧芬不知道，我们店的营业额基本就是靠王太太那些老顾客撑着。她不知道，为了维护好王太太那些老顾客，我每个月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上个月王太太过生日，我陪着王太太逛了好几天街，买齐了所有的东西。上个月孙太太去打小三，也是我冲在最前面，打得最狠，还趁乱踢了她老公好几脚，给孙太太出了气。这个月吴太太打麻将3缺1，是我顶了上去，还要观察吴太太想要什么牌，故意打给她。虽然事后吴太太把我输的钱还给了我，但一下午察言观色是真的很累。而且我清楚地记得王太太他们每个人的生日和纪念日，每次都会送上自己的心意。我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喜好，新到的衣服裤子都会给他们搭配好，所以王太太他们才会认准我，一到换季就要找我买衣服。王太太曾经拉着我手说，夏夏，要是没了你，我都不知道该穿什么了。赵慧芬只看到我在店里销售衣服，以为我很清闲，其实我休息时间也基本都在工作。赵慧芬眼睛瞪得老大，答应给你们年终奖就是在画饼，懂不懂？要是不跟你们这么说，你们会这么卖力卖衣服吗？一个个早就不知道躲哪里去偷懒了。跟你们说有年终奖，还不是为了防你们偷懒？好啊，原来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发年终奖。赵慧芬继续说，陈夏夏，你别以为你销售额高就了不起，我们家衣服都是最新款，所以王太太他们喜欢。你信不信，我随便换个人就能把你给顶替了。2条腿的蛤蟆难找，2条腿的销售一抓一大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辞了你？我气得发抖。好啊，我正好也不想干了。你们画的饼那么大，仔细着点，别噎死你。这时老板出来了，我和赵慧芬都没控制音量，大着嗓门在门口嚷嚷。我不信老板没听见，现在才出来，不过是看情况不对，收不了场了。老板先是拉了拉赵慧芬的手，朝她使了使眼色。老婆，你别这么说陈夏夏，她是店里老员工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先进屋，我来和陈夏夏好好说。赵慧芬看了看老板，再看了看我，翻了个白眼，不情不愿地走了。老板这才看向我，叹了口气，陈夏夏，你怎么又来了？我平复了下心情。老板，我想了想，年终奖是我和其他员工应得的，你应该发给我们。老板听了我的话，一脸不赞同。陈夏夏，你怎么这么死脑筋？我不是答应你，明年再不给你吗？你还来闹什么？现在我老婆生气了，还想辞了你。你说这种大环境，你被辞退还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听我的，陈夏夏，今天我就当你没来过，你快回去吧。说完又准备关门，我急忙拉住门框，
不行，老板，今天说什么也得把年终奖发给我们。你这姑娘怎么这么皱呢？老板从口袋里摸了摸，摸出来几张毛爷爷，胡乱塞进我手里。这样够了吧？别再闹了，再闹我可保不住你。还没等我愣过神来，房门砰的一声又关了。我站在门外，看着手里的几张毛爷爷，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还记得年初刚开店的时候，老板把我们几个销售人员叫在一起，跟我们说只要遇到困难就去找他，他还帮我们找房子，帮我们搬行李，像个大哥哥一样。怎么会突然变成了这副样子？我还呆愣在门外，久久回不了神。这年终奖看来是要不到了，辞职的想法开始在我心里萌生。这时我听到老板和赵慧芬的对话，那小妮子走了没？门外没声音了，肯定早就走了。谁大冬天待门外吹风啊？那小妮子居然还敢来要年终奖，你干嘛不直接辞了他？要我说，就该让他滚蛋。老婆，我也想让他滚啊，但是陈夏夏这个人做事还是很靠谱的。别的不说，就说我们店里的老主顾王太太他们和陈夏夏关系可好了，我怕辞了他影响我的营业额。呵，还是老公你聪明，我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随便把他打发了，不用给他们发年终奖，省了好几十万呢。我站在门外，越听越生气，拳头不自觉握紧。原来老板和赵慧芬知道我为店付出了多少，也知道老主顾认准我，可就是故意要赖了我的年终奖。我火气上头，哐哐敲他们的大门。老板打开门，看到还是我，眉头皱紧。陈夏夏，你怎么还没走？老板，年终奖发不发？不发我就辞职，不来了。老板阴沉着脸，还想画大饼。陈夏夏，我是真拿不出来钱，明年我一定双倍补给你。那等你不急我再来上班吧。我不干了。我红着眼睛转身就要走。赵慧芬在背后骂我，别以为你了不起，要滚就滚。我还不信没了你，王太太就不来我们店买衣服了。听到这，我转身看向老板。老板，你也觉得王太太是喜欢我们店的衣服才来光顾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老板一开眼，心虚地咳嗽了一声。陈夏夏，你想清楚，今天走了就别想再回来上班。我最后看了眼老板和赵慧芬，转身直接走了。回到出租屋，我马上拨通了老板对面那家店的电话。喂，周姐，你上次跟我说让我去你那上班，咱们谈谈。周姐接到我的电话，喜出望外，声音都高了8调。夏夏，你终于肯过来了，我的店有救了。周姐约我明天咖啡店详聊，要不是今天太晚了，我都想直接过来了。夏夏，咱说好，你确定要来我家店，可不准反悔哈。周姐，你放心，我不会反悔的。千叮咛万嘱咐后，周姐才挂了电话。第2天，我就和周姐见面了。夏夏，你不知道，姐昨晚高兴的睡都睡不着。王富贵那个傻叉，居然为了20万年终奖就把你辞了。他也不想想，为什么他家店营业额一直稳稳第一，还不是凭你了解王太太他们的喜好。大过年的，他居然把你这尊财神爷往外推，真是瞎了眼了。周姐喝了口咖啡，扑哧一声笑了。不过如果他不瞎，还轮不到我把你接回家呢。周姐了解了我的情况，拍了拍我的手。夏夏，你放心，你来姐的店，姐绝对不让你吃亏。周姐掏出一张卡推给我，这里是12万，你先拿去付房子的首付。先前周姐挖了我好几次，虽然她给的工资比王富贵的高，但周姐的店就在王富贵的对面，要是我跳槽过去，
那就是明晃晃在打王富贵的脸，所以我每次都婉拒了周姐的好意。现在周姐掏心掏肺的对我心里一暖，眼眶就红了。周姐，不用了，等我把销售额提上来，你再给我奖金。周姐拍了拍我的肩，别跟姐客气，姐相信你，这12万你很快就能帮姐挣回来，就当姐先借给你。你不是看房子看挺久了吗？正好过年，去把房子买了吧。既然周姐这么说了，我也不再矫情，把卡收了。周姐，你那还缺人吗？我没忘记王雨桐，这小姑娘手脚勤快，做事麻利，也有不少顾客认准了她。要是王雨桐能来周姐的店，周姐肯定不亏。周姐了然，夏夏，我相信你的眼光，你看上的人不会差的，一起来吧。周姐为了让我和王雨桐放心，把我们俩的底薪每月提了2000，还跟我保证给我和王雨桐7%的提成。周姐说，提成每个月发给你们，你们不用怕我赖账。本来想1个星期发一次的，但算账太麻烦了，就1个月算一次吧。好，谢谢周姐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雨桐。王雨桐高兴得一蹦3尺高，夏夏姐，谢谢你。我是真不想在王富贵店里待下去了，但是我也没有辞职的勇气，我怕我不干了会找不到工作。现在好了，不仅找到了新工作，底薪还高了2000。王雨桐立马提着大包小包来感谢我，他一看见我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夏夏姐，谢谢你。王雨桐告诉我，周姐联系过他了，还提前给了他5万，让他先送他妈妈去动手术。夏夏姐，你可是救了我妈的命啊！我和王雨桐都过了一个好年，他妈妈的手术很成功，我也买到了心仪的小公寓，还把它布置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过年期间，我和周姐把店重新装修了一下，周姐还听取我的意见，把柜台和展台重新布置了一遍。在那期间，我还遇到过王富贵和赵慧芬，他俩拿眼瞟我，哼，养不熟的白眼狼，居然跑到对面去了。听说对面可是提前给了你12万，别到时候没客人就惨喽。对，别到时候被人辞了回来找我哭，咱们可是不收白眼狼的。我和周姐里都没理他们，周姐还从店里接了盆凉水往赵慧芬和王富贵的方向泼，一边泼还一边喊，新年行大运，霉运走光光喽。赵慧芬和王富贵被水溅到衣服，气得直骂人，但看到周姐又拿了一个装满水的大桶出来，急得只能一边骂一边逃。正月初7，新年开店第1天，我和周姐的店还是没什么大起色，客人不多。我和王雨桐恹恹的，心里有点不痛快。周姐却像没事人一样，没事，才第1天，大家伙还没出来逛街呢，不急哈。走，没人来，咱们就早点关门。姐请你们喝奶茶去。对面赵慧芬和王富贵看见我们早早关门，嗑了口瓜子，哟，没生意呀，这么早关门。我就说陈夏夏和王雨桐2个是扫把星巴，一去你那儿连客人都没了。我直接回怼，我看你家店好像也没人嘛，怎么穷得连灯都开不起了？赵慧芬看没客人，为了省电把灯都关了。赵慧芬被我戳中痛处，呸了一声，老娘倒要看看你们能有多少客人，要是你们客人比我多，老娘倒立直播吃屎。晚上回到我的小公寓，我就开始拿出手机摇人，王姐，新年战袍已经为你准备好，有空来店里逛逛吗？吴姐，店里新来了条紫色的裙子，很适合你耶，有空来看看哈。赵姐，我给你搭配了一套裙装，你看看喜不喜欢？一晚上
我足足发了几百条微信，把我通讯录的客户全都发了一遍，打字打得我手指都快冒烟了，效果还是不错的。虽然有些顾客表示没空，晚点再来，但是也有不少顾客说明天就能来逛一逛。尤其是王太太，她立马回复：夏夏，我正好想买衣服呢，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的我了，我打算全都换新的。对了，明天我还有一群姐妹一起来，你给我们多搭配搭配。好的，王姐，你放心，我知道你的风格，已经给你准备好几套适合你的套装了。我倒要看看赵慧芬和王富贵明天看到我有这么多顾客时会是什么表情，想想就让人期待。第二天一早，我就爬起来捯饬，按照王太太他们的风格搭配好了好几套衣服。王雨桐问我：夏夏姐，你把那么多套衣服拿出来，架子都快放不下了。我对她眨了眨眼。王太太说会带朋友来。王雨桐眼睛都亮了：真的吗？那今天的营业额就有希望了。说实话，我心里挺没底的，怕还不上周姐借给我的5万块钱。现在好了，王太太他们每次来都买一大堆衣服，周姐的店有救了。等到下午2点半，王太太他们终于来了，可我没想到，还没等我招呼王太太，她居然就被赵慧芬拉进了她家店。王雨桐急得直跺脚，王太太他们怎么去王富贵店了？这可怎么办呢？我也觉得奇怪，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王太太明明说好要来我店里的，我一拍脑门，糟了，我忘记跟王太太说，我跳槽到周姐这里了。我当下就想去对面抢人，可我没想到，还没等我走到对面，王太太他们就从王富贵店里走了出来。一看见我，王太太就笑了起来：夏夏，我说你怎么不在呢？你老板跟我说你辞职了。我挽住王太太的手：对呀，王太太，瞧我这脑子，我忘记跟你说了，我跳槽到对面了。你看，就是这家店，你的衣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去看看。好啊，咱们走。赵慧芬听了，马上拉住王太太：王太太，你不是最喜欢我家店的衣服吗？我家进了不少新款，肯定有你喜欢的。赵慧芬还瞥了我一眼，她家店都快倒闭了，没啥好衣服。王太太看了看赵慧芬，又看了看我，眼底露出了然的神色。她推开赵慧芬的手：我这人啊，认准了夏夏，她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买衣服，她最懂我的心思了，每次都会把适合我的衣服给我搭配好，不用我费心思。赵慧芬还是不肯罢休：王太太，我也会搭配衣服，我也可以给你搭配衣服。旁边吴太太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是说你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那套紫加黄的，就你这品味，谁敢让你搭配衣服？不是，你们不喜欢那套，我可以再重新给你们配。任凭赵慧芬在那里争取，王太太他们也没一个人搭理赵慧芬。一行人直接进了我的店，我立马让王雨桐把我搭配好的衣服拿出来。吴太太扬了扬嘴：还是我们夏夏会配衣服，对面那个配的什么鬼，能穿得出去吗？王太太问我：夏夏，你怎么突然不干了？我把整件事一五一十地说给了王太太他们听。吴太太最先气不过：这是卸磨杀驴呀，天杀的！去年我在那里买了好几十万衣服啊，便宜他们了。赵太太附和：这也太没品了，居然给你们画饼！我最讨厌这种人了。夏夏，把你们店里的衣服都拿出来，姐今天在这里消费，气死他们！王太太也吐槽：他们这是瞎了吧？明明知道我们和你关系好，还敢赖了你的年终奖，是不准备要我们这些客户了是吧？不行，我得打电话
让我那群姐妹都别去那边买衣服了，我让他们都来你这里买，气死他们！不得不说，王太太他们可仗义了，试一件买一件，没一会儿就已经消费了50多万了。王太太他们还在试衣服，我赶忙拦住他们：姐姐们，够了够了，我知道你们是想帮我提销售额，但咱们还是理性消费。王太太挥挥手：夏夏，你别管，我这帮姐妹有的是钱，就喜欢买衣服。王太太他们接着试，我马上让王雨桐去买点饮料给王太太他们。王太太的是去冰的，她喜欢微甜口味，不要料吴太太生理期到了，给她点了杯温的，7分甜。赵太太喜欢料多的，5分甜。最后算账的时候，营业额居然突破了100万。我和王雨桐相视一笑，开心的击掌，不仅仅为我们的提成，也是为了心里的那一口气。可我和王雨桐心情舒畅了，对面可是要气死了呢。一连几天，周姐我们店里都挤满了人，王太太源源不断地往我店里带人，我和王雨桐打包衣服的手就没停下来过，就连周姐都被叫过来帮忙了，每天得忙到晚上11点。就短短半个月，我们店里的营业额已经突破了300万。周姐累得瘫在沙发上，挥着手：不行了，我要累死了。王雨桐却一脸兴奋：哇，今天我的销售额又创新高了，希望明天来更多人。周姐猛吸了口奶茶：啊，不会吧，我想休息一天啊。周姐话锋一转，对着我们神秘地说：你们知道对面营业额怎么样了吗？肯定不怎么样，你看他们店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周姐说：我听说这半个月以来，对面营业额连2万都没有。前天对面好不容易卖出1件衣服，晚上人家就拿来换了，说是赵慧芬给他介绍那件衣服是纯羊毛的，客人回去仔细看了看，根本就不是纯羊毛，这不就是在忽悠人吗？赵慧芬还不肯给人家退，客人气得差点动了手。还好王富贵和赵慧芬犯了浑，不肯给你们发年终奖，把你们俩推给了我。我现在做梦都能笑醒。周姐从口袋里拿出2个厚厚的红包，这是姐给你们的辛苦费，不算在提成里面。这几天啊，你们辛苦了。我和王雨桐打开一看，里面足足有5万块钱。王雨桐乐得冲到周姐怀里，在周姐脸上猛亲了一口：周姐，你就是我亲姐。然后又跑到我面前猛亲了一口：还有夏夏姐，你也是我亲姐。把店里的衣服理好后，已经11点半了。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回家睡个觉，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啊，赵慧芬和王富贵居然等在我家门口。赵慧芬和王富贵手里还提着不少礼包，但那些礼包上面有不少灰，一看就知道放了很久了。赵慧芬和王富贵看见我，嘴角扯起一抹尴尬的笑。赵慧芬热络的要来挽我的胳膊，被我往后一退，避开了。哎呀，夏夏妹妹，我们等你很久了，这大冬天的，冷死姐了，快让我们进屋暖和暖和吧，顺便让姐看看你的新家。王富贵也一脸谄媚：夏夏，记得去年还是我帮你搬的家，一晃你已经自己买了房子了，我真替你高兴啊。王富贵的话让我想起了从前刚开店的时候，他确实很关心我和王雨桐，不仅跑前跑后替我们找房子，还在房东恶意加价的时候挺身而出，帮我们找到新房子租。在店里他也能看得到我和王雨桐的辛苦，时不时给我们带点小零食吃。店里忙的时候还会亲自和我们一起打包衣服，
当时他对我和王雨桐说，大家都是出外打工的，你们来我的店里，咱们就是一家人。我王富贵把你们俩当妹妹，以后你们找到对象就从我店里出嫁。可后来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可王富贵出现的次数却越来越少，只在月底盘点的时候来看一下营业额，有时候店里人比较少。我和王雨桐坐下休息下，被王富贵看见了，他还会阴阳怪气地指责我和王雨桐。也许是时间改变了王富贵，也可能从一开始我就没真正了解王富贵吧。不管怎么样，出于基本的礼貌，我还是让他们进了屋。一坐下，赵慧芬就推搡着王富贵的胳膊，示意他开口。王富贵叹了口气，对我说：“夏夏，我和你慧芬姐想过了，年终奖这件事是我们错了，这里是20万年终奖，你收下吧。”王富贵把一张卡推到我面前，我看了眼桌上的卡，没动，示意他继续说下去。王富贵挠了挠头：“我们希望你能继续回来上班，你看行不行？”我摇摇头：“算了吧，我已经答应周姐去她那里了。”赵慧芬急了：“夏夏，我听说了，周杰花答应给你了12万，还答应你工资提高2000，对吧？可是这张卡里就有20万，你收下这张卡，还了他给的12万，还多了8万，怎么算你都不亏的。”赵慧芬咬了咬牙，似乎做出了巨大决定：“这样吧，只要你回来，我给你每个月工资提高2200，比周杰花给你的还多200呢。”赵慧芬扬起了头，仿佛笃定我会回去。可惜她要失算了。我还是摇了摇头。我答应过周姐在她那上班，就不会说话不算数。王富贵似乎被我内涵到了，脸一阵红：“陈夏夏，你不再考虑考虑？”我还是明确拒绝了。赵慧芬见我软硬不吃，开始发飙：“陈夏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看中这几个钱吗？我现在把钱给你，你还不肯回来，你是不是嫌这些钱少？你胃口真大，你信不信不用多久，周杰花也不会再给你提成？”我没理赵慧芬，直接看向王富贵：“老板，我在你那上班的时候，旁边好几家店的老板明里暗里想要挖我过去，开的工资都比你高，这你不会不知道吧？”王富贵被问到了，尴尬地点点头：“我知道，我继续在你这上班就是遵守职业操守，可没想到连我的年终奖你都能贪心的赖掉。从那天起，我心里就决定辞职了，而且绝不会再回去。”最后，王富贵实在是没话说，只能拉着骂骂咧咧的赵慧芬走了。赵慧芬还不忘把积了灰的礼包带走。后来过了2个月，王富贵的店就关门了。听说王富贵的店2个月的营业额都没超过5万，连房租都不够付的。他们还去王太太那里拜访过，被王太太他们一阵奚落。本来陈夏夏干得好好的，你居然就为了20万年终奖把人赶走了。王富贵，你知不知道，我一件衣服就要20万？王富贵，你不会真以为我看上的你们店的衣服吧？我告诉你，我看上的是陈夏夏这个人，你不知道吧？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卖衣服的，也被老板贪污过年终奖。看到陈夏夏，我就像看见年轻的自己。你们店我是不会再去了。王富贵和赵慧芬还不死心地去拜访了吴太太、赵太太他们，可是无一例外都吃了闭门羹。他们熬了2个月，入不敷出，实在撑不下去了，只能把店关了。周姐看准情况，王富贵和周杰花一把店关掉，周姐就把店盘了下来。周姐说：“我们店太小了，我正好想盘个店呢。”正好王富贵把店关了，连转让费都不需要，太划算了。
我和王雨桐一人一个店，还招了几个新销售。我们店的生意是越来越红火。周姐每个月都按时给我们发提成，一分不少。周姐还逢人就说我和王雨桐是她的亲妹妹。在听到王富贵和赵慧芬的消息，是从王太太嘴里。王太太说，王富贵和赵慧芬关了服装店后，居然被人骗去投资，结果不但把本钱全亏了，把房子卖了，还倒欠了银行好几十万。由于还不上钱，两个人都成了失信人员，连房子都租不上，最后只能住桥洞。王太太啧啧，要是他们不那么贪心，把那20万年终奖发给你，现在还是好好的。这人啊，就是太贪心了。可惜世界上没有如果，人总得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